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魏的展台，那我身旁呢最近比较火的一款网红车坦克300。其实之前啊，我一直对这车特别感兴趣，但是呢，只能在网上的图片或者视频里看到这辆车。那么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实体的站到了这个车旁边，确实它这种设计非常有棱角的感觉呢，这种非常硬汉粗犷的感觉，真的是很招中年男人的喜欢啊，尤其是中国的中年男人。那么这一次呢，魏也是带来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啊，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常规的原厂状态的版本。那么在那边呢，有一个更偏向于城市的一个版本。你可以通过它的轮胎啊，包括它的前后杠的同色与车身同色前后杠，你可以看出来那辆车是更偏向城市。当然，我相信更多人买这款车肯定还是要在城里通勤，更多的还是在城里开一开，对吧？在城里的柏油路上找到一点硬汉啊越野的感觉。但是如果对于那些真正是重度越野的用户呢，其实他还准备了一个更加重度改装的版本。你可以看到它使用的这种大颗粒的轮胎啊，包括它车顶上顶的这种，我不知道是储物格还是一个车顶帐啊，我没仔细看。那么它更符合这种出去野的一个状态，包括它的摄水喉也可以看到是在这个 A 柱的部分。那么咱们说回到这款常规的坦克300，那从外观部分这种，我相信它的整个的这种设计呢，就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。那我发现了一个细节，比如说它这种原厂安装的绞盘，对吧？它不影响牌照的安装，并且还有一个绞盘，这个对于越野出去是非常实用的，而且不涉及到改装，这一点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在外观部分，在设计部分，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咱们中国呢是一个靠右行驶的国家，那么它的方向盘呢都在左侧啊，大部分车都在左侧，两地车不算啊。那么所以说，如果你靠边停车的话，这个门一定是从那一侧开，会更安全，会更方便。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车门设计成这样？我实在是有点理解不了。打开后备箱呢，其实说实话，它尺寸并不大，稍微有点小。对于它整体的这种用途，对吧？对于这种车型的用途来说，它的尺寸稍微有点小，但尺寸不是最大的问题。其实它还可以优化的地方在于什么呢？像这种车型啊，你后备箱就别植绒了，对吧？你就直接用一个防滑的塑料板弄成防水的材质，其实才更符合这个车的使用场景。就比如说最新的路虎卫士，它后面那种处理就特别好，其实成本差不多。来到车内，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这套内饰很熟悉，对吧？很奔驰啊，看它3个圆筒，2个连屏，对吧？当然了，这个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在里面的，比如说这些横平竖直的这种感觉啊，包括这个缝线啊，还有这种材质。这个材质我看起来真的不是眼有点花啊，然后可以看到它也是有氛围灯的，这一点做得很好。但是在内饰部分有一点不好的，就是它储物空间确实是没有利用起来。你可以看到这有2个杯座，对吧？打开之后，副手箱尺寸也还不错，但是在挡把前面的这块的位置呢，其实说实话只放一个，这应该是无线充电吧？我不确定它现在能不能无线充电啊。这至少是个放手机的地方，我觉得稍微有点浪费。这么大一个地方，就非常的浪费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有 Type C 的一个 USB， 还有一个 Type A 的 USB， 2个 USB 接口，这还是不错的。那我个人最喜欢的呢，其实还是它这个挡把设计非常的科幻啊，整体看起来是很有感觉的这个一个电子挡把。所以说它整体坐在这儿前排就是这么一个感受。那么其实它还是有着哈佛和魏一直以来都有的一个小毛病，就是它的人机工程学设计绝对算不上优秀。整个坐在这儿就是一个坐姿非常高，我已经把座椅降到最低了，它坐姿还是很高。方向盘的位置，包括座椅的位置和人的位置，还是需要更细化的、精致化一些。那这车的后排呢？其实前排是我调整坐姿，后排再坐一个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为什么没有坐上去量这个空间？因为我觉得对于这种特殊的车型来说，后排多一拳少一指，其实并不影响购买。而这种车型目标针对的用户一定会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后排座椅能不能放倒？放倒之后是不是纯平的？没问题，我给你们试了，它后排放倒就是纯平的，但是呢，它是使用这种比较老旧的翻车方式，就是它需要把坐垫先掀起来，然后再把靠背放倒，然后能够形成一个纯平的空间。那最后呢，这辆车其实它的动力参数啊，包括它几把锁啊等等的这些细节，我就不在这儿赘述了，因为这种车一定要开起来才能感知它的实力。